感谢各位1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呢，你们长时间的观看呢，让我的 YouTube 频道呢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。那我可以坦白说，YouTube 的会员功能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，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呢，是支持重度身障者生活的一大步，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，让我们身障者呢，就算在家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、生活的管道，是对身障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。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用每个月1杯饮料的钱呢，来支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，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。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 Z Image Turbo 的 ControlNet 其实它之前1版有出来，2版也有出来，可是呢，我都觉得效果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就不想介绍它。那现在2.1版出来了哈，我们可以在这个作者的 Hugging Face 呢，这里也可以看到哈，这里呢2.1版也出来了哈。那它2.1版出来呢，就是它图片出来的结构更好，然后呢，它速度也更快了，这样哈。那要怎么用呢？其实很简单哈，你一样可以在这里就放这个主模型，然后你也可以放 Lola， 也可以不要放 Lola 啊。然后呢，就是把 ControlNet 呢接到这个千问的这个 Image Diffusion 的 ControlNet。那这个 ControlNet 呢，你要注意哈，你的 Comfy UI 呢一定要更新到最新哈。update 这个 Comfy UI 一定要更新到最新。然后还有就是说呢，我们把这个 Comfy UI 的 ControlNet 模型接过来，那 Image 呢 ？Image 我们从这里接过来哈，我们从这里接过来，然后你要用什么都可以哈，你要用 Dips 或者是 OpenPose 或者是 Canny 都可以哈，这些都可以的。然后我这里加了一个提示词反推器，然后你可以加可以不加，你可以不加没有关系。然后我是把提示词反推器呢 ，Text Encoder 这里哈，它就把提示词呢直接输入进来了。那这个主要就是给你根据这个参考图去洗图啦，这样可以看到提示词就是写在这边哈。好，那我来跑一次给各位看哦。这是没有 Lola 的状况，我来跑一次给各位看哦。那我们的采样器呢，跟我们的那个 One Video 的用法一样哈，分2个部分哈，然后总步数也是8步，前面是0到4步，后面是4到8步，这样好。那我来执行一次给各位看哦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在这里哈。我们可以看到2张图要去比对哦。好，可以看到右边呢这个是原图啊，然后左边呢就是 ControlNet OpenPose 出来的图啊。可以看到大差不差哦，这个骨架基本上是对的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那你如果呢，想要挂个 Lola 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哈。我们现在呢是 Z Image Turbo， 它预设呢是比较符合我们东方美学的这个东方脸孔。那我现在呢把它挂一个西方的脸哦，我来挂一个西方的脸。好，那我们呢再执行一次看看哦哈。好，这个就多了一个就是西方的这比较符合西方脸蛋的这个感觉了哈。好，这就是这个 Lola， 就是你要挂也可以挂啊，你不要挂也可以不要挂，无所谓哦。这可以用可以不用的，这无所谓的东西哦。好，然后呢，基本上加这个 QWEN 呢，你在第一次载图的时候会非常的慢哦，因为它要反推哦。我可以来试一次给各位看，我们来换另外一张图哦。好，假设我们现在
换这张图啊，这个女海盗的图。那我们看我们原本是跑几秒？我们原本是跑40秒左右哈。那你如果是第一次反推的话呢，你用这个节点真的会比较久哈。然后我来推一次给各位看。好，已经好了，我们来看一看哦，有没有这样就可以洗成这个类似的图就洗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跑了多久哦？跑了308秒，有没有？所以说呢，就是你如果是第一次 loading 这一张图的话，你这个反推你真的会很耗时间啊。有的人呢，就像我自己啊，我自己也不喜欢也用这种 QWEN 这一种啊，这一种真的是很慢的。然后呢，如果是我的话啦，我会这样，我都是直接丢到这个，我都是直接丢到 Google 或 Grok 反推哈。那你自己呢就可以反推好之后呢，来我们再来换另外一张图。好，我这里呢现在再换一张。好，我现在用这一张忍者图哈，我们再来跑一张图看看，这样。好，可以看到，那这样子就是也是洗出一张图了哦，没有问题哦。基本上就是这样，那姿势也是正确的哈，可以看到姿势也是正确的哈。然后你不是只能够用这个 DW Pose 啊，我说过，你要用这个深度图或者是用这个 Canny 都是可以的哈。好，那如果我们不要用这个 Open Pose 可不可以？我们用这个 Canny 来试试看呢。我们来看看 Canny 它会怎么跑啊？有没有？它就跑这个 Canny 的图，都是可以的哈，没有问题的。然后你同张图呢，如果用 Canny 呢，第二次执行的话会怎样？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张呢这个3D 动画转真人的图了，有没有？3D 动画转真人的图有没有？就很像啊哈。所以呢，就要取决于你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啊，你自己想要什么东西这样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呢，这个模型呢，我ComfyUI更新完之后有这2个节点可以用。那我这个模型下载下来要放在哪里啊？各位啊，你这个要自己建一个目录哈。你要建一个什么目录呢？你要建一个 Model Pages 这个目录，你自己要建一个 Model Pages 这个目录哈，就这一个啊。然后你要把这个模型呢放在这边哈，放在这个目录里面。记得你一定要自己建这个目录，你更新完之后这个目录不会出来哦，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建。那这个目录就是放在 ComfyUI Model 下面哈。ComfyUI 你的 ComfyUI Model 下面，然后自己创建这个 Model Pages 的目录，然后再把模型呢放到这里，那你才可以用 ControlNet Uno 2.1哈，这样，那2.1真的又快然后又强哦，这个就已经没有1跟2的缺点了，这样。好，那2种方法都教给各位了哈，你如果要用语言模型呢，你也可以用。然后你如果要用这个，你如果觉得语言模型太慢，第一次载图太慢的话，那你可以用这个 Google 或 Grok， 看你自己开心。好，以上呢，好，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谢谢各位。